陛下，是我，你冷静点儿。快去给朕找男人！陛下，咱们这次微服私访的路线被泄露，遭京城劫杀，以后中了迷情散，他们肯定是想先玷污圣体，然后再谋群篡位。臣要立刻将他们引开。陛下，臣去了，您保重。别跑！别跑！别跑！救命！沈永浩，站住！你杀千刀的，竟敢偷书进贡品！抓住他！将军臣将，你向河神请罪，不然属县你会遭受天罚，颗粒无收！快追啊！根据原司东司府沈渊之子沈养浩，就是因为原子偷出河神贡品，被村民追捕，是什么天方开局啊！别跑！别跑！站住！别跑！别跑！站住！别让他跑了！美女，我被人追杀，客服让我在这藏身避难啊。美女，你想干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沈养浩。没想到我的身体就这么水灵灵的给了一个陌生。美女，美女，你冷静。才出狼群，又入虎口。不过，若能因此逃过一劫，我日后必有重谢。在哪儿抓住的？在一辆马车边上。李正，本来这小子跑得飞快，我们根本追不上。从那辆马车跳下来之后，没跑出2步就腿软摔倒了，好像是经历了什么旷日持久的大战一样，真是邪了门了。这个女人可太厉害了，这在里面躲着，不被他们找到，得被她吸死了。沈养浩，你把书县人的脸都丢光了，你敢偷吃贡品，你是要害死我们大家吧？啊！李正，沈养浩平日里无恶不作，偷鸡摸狗也就算了，他去嫖妓都不给钱，妥妥的畜生一个，必须淹死他！淹死他！这原主人混的什么名声？出现几百户人家，就没有人为我说句公道话吗？各位乡亲，求求你们高抬贵手，饶了养浩哥哥吧！李正，各位乡亲，养浩哥哥本性不坏，是因为家中出了变故，生活所迫，所以才做了那些错事。请你们高抬贵手，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你们的。赔？你怎么赔？虽说林家是县城的富商，但别忘了你是一个不得宠的庶女，几粒的月钱，那是价值10两的贡品，你赔得起吗？要是你姐姐林白露来求，我们还能给她点面子，可是你不行。求求你们，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会解决的。宽待不了，要是触怒了河神，我们可担待不起。时间到，沉江祭祀。我一个农业大学高材生，竟然要靠一个女人保护，碰到其他的穿越者同行，不得被嘲笑死？我要靠腹中之水逆天改命！且慢！你这无赖还有何话说？逆虫肆虐，蚜虫补成逆虫，天理有大灾，3日不治，必会颗粒无收。给我3天，就3天，我能治逆虫，保你们收成，造福书县百姓。真是屁话！这麦子碎了，都是受天谴。可正是因为你偷拿贡品，惹怒河神，才会变成这样。就你呀，还造福百姓！这沈无赖除了偷鸡摸狗，还能干啥？说调戏青楼的姑娘，你倒是在行，会治逆虫，骗鬼呢？李正，
你看这蔓叶上面是不是爬满了比芝麻还小的小粒虫？并且这蔓叶上是不是又黏又亮？而且这麦秆上是不是还爬满了蚂蚁？滴答的可不是露水，这是虫子的排泄物。这排泄物会招来黑色的霉，这虫子才把这麦子的汁水都吸干，这麦子还怎么长出麦穗？好多的虫子，都是密密麻麻的。叶子是黏糊糊的。看，这有蚂蚁。把我献给河神，虫子就能自己死吗？贡品能杀得了虫子吗？给我3天，就3天的时间。我若治不了这虫害，我自己跳进这汨罗江里；我若治得了，你们集体要向我道歉。大家要不先信雅浩哥哥一下？雅浩哥哥，你放心，你别害怕，妙音誓死都会陪着你的。老四老五，这几天你们寸步不离的盯着他，如果发现逃跑嫌疑，乱棍打死。3日内如果没有成效，就地沉江。你看在干什么呀？这瓢瓢罐罐。他在干嘛呢？这无赖也不知道哪来的福分。未婚妻林白露退婚后，他的妹妹林妙一却是对他情根深重，时不时过来救济这无赖。这林妙一虽说是受宠，但好歹也是富商之女，这无赖福分不浅。唉，可惜了，终究会始乱终弃。就是，听说这姑娘每月1两银子的利钱都用来补贴这无赖了。真是太无赖了。这无赖每次拿到银子，不是去赌就是去嫖。妙一，这月的利钱拿了吗？赶紧给我！我听说今天这清风楼来了个清官可人儿，我要做他第1个恩客。管家刚刚才给我发了。浩哥哥，能不嫖妓了吗？好好生活可以吗？滚开！都是你起，白露悔婚，你家背信弃义，众人的笑话。这些妙一多好一姑娘，对原主一往情深，在沈家没落后依旧没放弃原主，原主却把林白露这个退婚的愤恨都强加在妙一身上。既然原主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林妙一我收了。杨浩哥哥，你不会又要打我吧？我以前是个混蛋，猪狗不如，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打你了。你对我的好，我会1000倍、10000倍的报答你。我与李正约定，3天之内，我要治理虫害。这化学农药是来不及准备了，但时间紧迫，我要用物理、生物法就地取材，土法制药。这是什么？草木灰中含几星，可否给牙虫提供蜡质脱水？野生烟草中含烟碱，属植物原杀虫剂。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把戏？我才不信他会治虫灾。这无赖要是不作死，天仙一般的林白露会退婚吗？老四，给我一块皂角。皂角是猪胰子做的土皂，属于表面活性剂，含脂肪酸盐，可以封闭昆虫气孔。那没多贵啊，想都别想。不给我也行，我死倒没什么，但是灭不了虫害，庄稼没有收成，大家都得饿死。这给他，给他吧。看他能翻出来什么花样。行，等着。你要治不好，我绝饶不了你。通过过滤，得到弱碱液。杨浩哥哥，
你有把握吗？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这3年来，你骗我的还少吗？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现在改邪归正了。这能行吗？啊，这又是干什么呀？啊，故弄玄虚，看不懂啊！真的有用吗？这是真是想象的一回事。真看不懂啊！这哪是常态了？能是这是什么呀？得到浓缩毒草液，含生物碱。真看不懂啊！控制毒草液浓度是关键，避免要害，减水破防，毒药死密，肥皂水分后，3个极限，看你死不死！李正，各位乡亲，我新研制出了一种治虫新药，名叫红灯头。将此药覆盖在叶片上，便可1吸咧嘴，2吸打滚儿，3吸蹬腿儿。各位可以试试。真死了那么多虫子！哎呦，你看，这果真有奇效，这叶子没那么黄了。哎，真是的，你是如何得知此法的？李正，你忘了，家父原是司农司的主簿。倒是听说沈养浩的父亲沈文渊精通农学，原本司职农事，但性格耿直，不善钻营。后听说因贪墨银子被杀头而死。沈文渊，交出治蝗虫的药物方子，我就给你留一条生路。这药物方子，我将无偿公布于天下。你们想要拿到，配制出药剂，高价卖给百姓，就是与民争利。沈文渊绝不同意。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沈养浩，你帮乡亲们解决了虫灾问题，我就不再追究你的偷河参贡品的责任。还有，你既然掌握了这个治理逆虫的秘方，就要远离皇商。还有，这林家的小姑娘对你是真不错，要好好善待人家。自然。生死危机终于算是暂时解除了。杨浩哥哥，喝水。妙一，谢谢你。林家是丝绸行业的富商，编主小时候，父亲沈文渊是司农司的主簿，从七品上的官员。林家便与沈家结下娃娃亲。3年前，家父沈文渊被皇商所害，林家在沈家大厦将倾，随后退归。沈养浩，你父亲既然已经过世，沈家便也会没落，你我两家的婚事自然也就不作数了。白露，你呢？你怎么想？当然是退婚了。你现在就是一条无家可归的断脊之躯，怎么可能配得上本小姐？沈养浩，你父亲在世时向我金家借款白银3000两，
我看你也还不起的样子，这宅子我要收走抵债。不可能，我父亲不可能向你们金家借钱，欠条是你们伪造的，我要报官。趁我打劫你也得认，给我打！你们不要伤害杨浩哥哥。请这林白鹿害我父亲，侵我资产。总有一天，我会夺回我沈家的一切，夺回我沈家的一切。啊！妙姨，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杨浩哥哥，你刚刚的样子好可怕，你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沈阳浩，快出来还钱！再东躲西藏的，老子就把你这铺子烧了，让你以后沦落街头，风餐露宿。根据记录，原主是女方2人的名字，张员外10人名字。几天前因为盗窃，被官府要求赔偿女方8两银子。在春风楼穿了5天的裙子，被官府判定赔偿白银15两。还有亲戚朋友各种进来，加起来也有几10两。真是人在家中坐，债从天上来呀！沈养浩，滚出来！杨浩哥哥，是追债的那帮人来堵你了。他们这帮人凶神恶煞的，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快出去躲一躲。不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该来的总会来。如果我们一味的躲藏，那只会输一辈子。你在这里等着我。沈养浩，滚出来！滚出来！我要去直面那些债主。杨浩哥哥，好男子气概，硬得让我不敢信。你就是赌坊的李老板，我就欠你10两银子。我们俩到底谁欠谁钱？掌柜的，他欠咱们的钱。欠钱的还这么理直气壮，找死吗？李老板，给我7天时间，7天以后我还你本金10两，额外再付你利息10两，如何？沈养浩，十里八乡谁不知道你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你哪来底气说这话？7天内你连3000银子都挣不到，如果不是林家姑娘救济你，你早就饿死了。反正也不急这7天，万一我有办法，我这条命一文不值，让我多活7天，对李老板来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如果我搞到银子，李老板可是绝对不会亏的。我凭什么相信你？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反正我没钱，你要命，我他娘的也不给。杨浩哥哥，你怎么能这么冲动？土方那些人杀人不眨眼，我每个月才1两利钱，30两，这我可怎么凑啊？我凑不到钱，他们可是会要你命的。用不着到时候，我今天就要他死。沈养浩，你把老子当羊肉片涮呢？给我弄死他！上！妙姨，从今天开始，换我保护你。军训的时候学过几遍军警学，对付这些赌坊打手应该绰绰有余吧？不知女侠是？
啊，是你？是你？杨浩哥哥，你认识他？你哪个丫头片子，敢在这里多管闲事？知道老子是谁吗？信不信在苏家的地界上，我动动脚就能碾死你？给我走！这是什么世道？欠钱的换成大爷了。沈阳浩，你给我等着！妙一，你干什么？你眼睛倒掉沟里了。掉哪个沟里啊？哪有沟啊？多谢女侠出手相助，不知女侠尊姓大名？我姓洛，叫我洛姑娘就行。哦，洛姑娘，你找我有什么目的？我在书县无亲无故，只认识你，所以想在你这儿借住几天。杨浩哥哥，你跟刚才那位洛姑娘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我沈养浩一身正气，岂会做出不堪启齿之事？对了，帮我打一桶热水，待会儿我要洗澡。待会儿我要洗澡。我都要洗澡了，你还说没做什么？沈养浩，你狗改不了吃屎！哎，廖一，你听我解释。廖一，你明天还来吗？不来了。我是说，如果你还来的话，帮我带一罐蜂蜜，还有一件纱裙。变态！朕出宫微服私巡，从逆臣下药追杀，是我杨千雪为引开逆贼不知所踪。我暂时回宫受阻，不能报我身份，只能先伪装在书县，等我找到钱雪，再商讨回宫之路。没想到朕堂堂大权有变，竟也有寄人篱下的一天。你放心，我不会白住在你这儿，假以时日，我会给你很多报酬。只不过现在还需要你照拂一二。我沈养浩一生行事，绝不和女人合计。我平生最抵触不和女人合作了。这样，我收留你，不过这衣食住行样样都得花钱，你就当我的随从，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竟然让朕当你的随从，你知不知道朕乃堂堂？那个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啊，明天一早上山。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洛姑娘，你这是怎么了？我被人下了迷情散，药效持续3日，今天是最后一日。若是今天还找不到解药的话，就会经脉寸断而死。这黑灯瞎火的，上哪儿去找解药啊？就算能去找解药，怕是也来不及了。或许还有一个办法，比吃药解毒更快。还有什么办法吗？哇！等你得知了我的真实身份，你就会知道，得到了我的身体，
就是得到了一切。你有什么可委屈的？自从家父过世以后，我沈家一蹶不振，我不仅家境落魄，往日男人的雄风也不在了。别哭了，等过些时日，我会给你很多金钱，以作酬谢。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债主还会再次找上门来的。我必须要赚到钱，把窟窿堵上。准备一下，这就进山。进山做什么？难不成你是想带我去那种深山老林的地方寻找刺激？洛姑娘，你这长得一本正经，怎么脑子里总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明天进山摘草莓，我要发家致富。现在朝中被权臣胁迫，各地百姓民不聊生。这段时间不妨考察一下这个沈远航，若他真有一技之长，日后也可为朝廷效力，为朕分忧。这堂堂一国之君，竟然沦落到给这种无赖当跟班随从，还让我干这种脏活累活。要不是还要指望你，朕今日必取你首级。哎，磨磨蹭蹭干嘛呢？晚上还想不想吃饭？哎，妙仪，哎，那这是你要的蜂蜜，还有我的纱裙。妙仪，待会儿你帮洛姑娘去把这些草莓清洗干净。你采这么多蛇莓做什么？这东西可是有毒的。哎呀，这种尾部凸起的是草莓，这个尾部凹陷的是蛇莓。看到这两朵花了吗？绿色的是草莓，黄色的才是蛇莓。那你采这么多蛇，采这么多草莓，是做什么呢？当然是用来酿造草莓酒和草莓汁。私自酿酒可是大罪，你可别胡来了。还以为沈远航是个正人君子，没想到是违背朝廷律法，酿酒谋利。说到底，沈远浩只是个无赖，你到底期待什么？朝廷说酿造粮食酒是重罪，但可没说过酿造水果酒是不行的。这西域的葡萄酒知道吗？那就是用葡萄来酿造的。葡萄酒我倒听过，京城那些大商会的人可喜欢喝了。难道这草莓酒比那葡萄酒还好喝？何止是好喝啊！一杯下肚，提神醒脑；二杯下肚，永不疲劳；这三杯下肚，可以让朝廷那位高高在上的女帝跪在我面前唱《社会谣》。你这样子诋毁女帝，就不怕有一天女帝陛下知道了，诛你的九族？这天高皇帝远的，他女帝管得着吗？哎，我说什么轮得着你教训我啊？你现在可是我的妞嘛！啊，还不赶紧干活去！走啊，愣着干嘛？田浩哥哥，你要我的纱裙，居然是做这种事啊！等哥挣到钱了，以后给你买10套金丝云锦，糖度12%，室温18度，野生酵母活性最佳。赌方给的最后期限是7天，你真的有把握吗？7日之后开坛，必定能卖个好价钱。能卖得出去吗？你这果酒卖多少钱比较合适？这酒啊，
我一共酿了40坛，每一坛卖3两。3两银子，傻子才会去买吧？3两银子可以买1头牛、1辆马车了。就连泸州宴酒楼的天仙醉才卖30文1坛。是啊，只要空降直接售卖的话，这酒肯定值钱。所以，我需要饥饿营销，我要炒作一番，把它炒起来之后，这酒就注定值钱了。炒作？那是什么意思？怎么炒？我写了个广告语，你来念一下。人一上了年纪，就容易缺心眼儿。以前我一直穷，自从喝了这草莓酒，我变得机灵，1坛才要3两银子，真值。你太有才了！胡闹！这什么破词啊！本姑娘一生风雅，岂能诵读如此陈词滥调？你还真是没见过世面。这越浮夸的营销啊，它越能吸引住眼球。算了，跟你说这么多你也不懂。今晚陪我去个地方。去哪儿？去打开咱们草莓酒的销路。杨浩哥哥，那我呢？哦，你呀，就在家看家。我们今晚去的地方都是些粗俗之辈，我怕污染到你纯洁的心灵。你担心他，就不担心我吗？我担心你干什么？要不是我沈家没落，就凭你还能当我的贴身随从，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还愣着干嘛？快去收拾东西。可可，你人来了。你说要出来推销草莓酒，就是来这种地方推销。这清风楼看似鱼龙混杂，可越是这种地方，这达官显贵就越多。这么说你之前经常来？哎，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我这可是第一次来，要不是为了推销咱们草莓酒的销路，迫不得已，我沈养浩有生之年也绝不会踏入这里半步。呀，沈公子，有些日子没见了，怎么这次是来还我白嫖的钱来了？那个柳妈妈，我来是跟你谈生意的。若是此次生意能谈成的话，本公子之前欠的风流债一并还清。我能信你。柳妈妈，最近这清风楼生意不好做，若是咱们俩能达成合作，就会互利双赢。到时候这清风楼的姑娘都不够陪客的。跟我走吧。啊！沈养浩这个无赖，竟然将朕带到这种地方，我还要假装他的跟班侍从，这何曾受得过如此奇耻大辱？不知这位是？当然是本公子的贴身随从了。来青楼带随从，沈公子只是想让他站在旁边加油鼓劲吗？柳妈妈，咱们还是先谈生意吧。我要见秦小姐一面。我们家之下可是天仙一般的清官，多少公子哥豪掷千金，想博得之下惊鸿一面都无法圆梦。就你这落魄的无赖相见，哪有那么容易？柳妈妈，请帮我把这封信交给秦小姐，她若见到书信，自然会相见。秦之下清风楼的花魁由她出面推销，草莓酒想不火也不行。你让我送我就送。现在清风楼什么情况，我知晓一二。你们若是不做出改变的话，这清风楼还能撑几年呢？这关你什么事儿？好像你可以改变。我当然可以改变。好，我去见之下。那他如果不愿意见你，我也没办法。秦之下的名声你是知道的。知道。这书信
第一美女，第一才女。看来今晚也有机会能成为秦之夏小姐闺房里的第一个恩客了。这第一恩客显得太俗气了，那应该叫什么？应该叫第一个主人。为什么？因为先入为主。妈妈下次进来记得敲门。外边来了个人，说要见你一面。是哪家的公子？县令家的、知府家的，还是刺都家的？都不是。原司农寺主簿沈文渊之子沈养浩。是那个曾经写出“夜半豺狼盼女鬼，闲散老头盼大娘”的无赖。就是他。啊，妈妈你也真是的，这么个泼皮，通知我做什么？不见。他说你见到这个，自然会见的。最后不知天在水，满床清梦压星河。啊！刘妈妈，去把他叫进来，我要立刻见他。真要见？此人不仅可改变我的命运，甚至能让清风楼生意好转。好。这首诗是沈公子写的。正是。若是秦华魁喜欢的话，我可以将它命名为沈养浩清风楼赠秦之夏。沈公子这是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此诗意境优美，一旦传播，必将广为流传。到时候我的身价也会水涨船高。方才听柳妈妈说，沈公子要与我们清风楼谈生意，不知是什么生意。果酒，红颜酿。这胭脂般的酒液，好香啊！此酒是我用雪水和鲜果酿造而成，这酿造的工艺极其的复杂。倒像是把整个春天含在口中，真的是好酒，比天仙醉甘甜，但更烈，酒味更浓。沈公子需要我做什么？这后天就是庙会，我想让秦华魁帮我在今晚和明晚约到那些富家公子哥儿来宣传我的酒，告诉我后天庙会上会售卖红颜酿。成交。但沈公子需要每月献诗一首。别说是献诗了，就是献身也未尝不可。杨浩哥哥，这酒真的能卖出去吗？万一官府查私酿……妙姨，这都是国酒，并非良酿，咱们大钱律法不禁。好香的酒味啊！怎么跟我在清风楼喝的味道很像啊？这应该就是秦小姐说的庙会鲜酿了。洛姑娘，待会儿啊，你来负责收钱，我来负责吆喝。来一来，看一看，红颜酿，独家秘方，口感纯正。今日庙会，试喝一碗，不好喝不要钱。私酿不是犯法吗？不知道、这酒红彤彤的，莫不是毒酒？兄台，说笑的。
这酒说有毒的话，还真没事。我沈养浩当场就倒这儿了。好酒，好酒，这酒比天生醉还好喝。一坛多少钱？3两银子。3两，这有点贵吧？这酒是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这么贵，不如去抢。我这可是独家秘方，这是用果子酿造的，工序极其复杂，而原材料也实属难遇。我卖3两银子，真的不赚钱。罢了罢了，给我来一坛，我也来一坛，我也来一坛。哼，我要一坛，我也要一坛。哇，哎呀，真香啊！真香啊！好香啊！哎呀，真不错呀，确实不错，可以啊，好香。可以啊。来来来，看看，红颜酿3两，不好喝不要钱。这酒真的如你所说那般？这位姑娘，此酒一尝便知。果真是好酒，这些酒我全要了。这么多，明人不说暗话，你的这些酒能供应多久？长期供应。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哎呦！谁叫你们在这儿开摊卖酒的？交税了吗？我们在这儿卖酒，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凭啥要我们交税？金先生说了，今天谁都不能卖酒。这金正的手伸的倒是挺长，小爷我今日非卖不可的呢。你的小命是不是不想要了？兄弟们，给我上！你把我挡在前面，你不是我随从吗？不顶你顶谁啊？好好打，打赢了今晚给你加鸡腿。还不滚！今夜不会放过你们，你们给我等着！若非今日跟沈养浩出来卖酒，朕还不知道出了朝廷，竟有人敢私自征收本姓税。刚才那些人就是皇上金正养的打手，你惹不起，你被皇上盯上了。这是皇上金家，他不找我，我还要去找他呢。所以，宁小姐，你该不会是想与我们合作吧3日后带上你的配方，我们另此计划。若想活命，就别再独自摆摊。你是公子，奴家金氏商行金依云，把果酒配方给奴家，奴家今天晚上就是你的啦。抱歉，我对你没兴趣。沈公子，外面男人见到我连路都走不动，你装什么清高啊？我有洁癖，对你这种一条玉臂万人斩，一点朱唇万人尝的女人，不感冒。你侮辱我！难道我有说错吗？是事实，不过沈养浩别给脸不要脸，我跟你好言好语是客气，这方子你护不住，别因此丢了信誉。回去给你家主子带个话，告诉他，我沈养浩
利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那对金家父子洗干净脖子，等好。你什么时候过来的？我一直都在啊。我刚刚要是没经受住诱惑的话，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可能会断子绝孙。你干嘛？你现在可是寄人篱下，靠当我的随从混口饭吃。快给我铺床，我要睡觉。你让朕给你朕？我的意思是，你让我给你铺床。你现在可是老子的牛马，并且你吞噬了我优质的资源。我给你一盏茶的功夫，你要是不听话，我抽你10遍。妙一，以后你离沈养浩远一点，从现在开始禁足，不准离开府门半步。爹，为什么？你现在尚未出阁，整天跟沈养浩厮混在一起，成何体统？你不要脸，爹还要脸呢。可是我们家抢养浩哥哥的实在是太多了。你别胡说八道，我们何时欠沈养浩了？养浩哥哥的父亲沈文渊原本是司农司主簿，当年我们林家残庄遭遇了残疫，乡残大片大片的死亡。如果没有沈文渊的帮助，我们林家早就没落了。现在我们林家能成为书县富商，沈家的功劳至关重要。还有姐姐，当时姐姐还跟养浩哥哥有婚约，沈文渊大人还不同意这门婚事，是爹爹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请求。后来呢？后来沈家没落了，你便悔了婚。请问爹爹，这岂是世家做法？放肆！吃里扒外的东西，老子白养你这么多年了。老爷，金正少爷前几日过来说媒，说刘记酒楼的掌柜刘波准备娶一个小妾，聘礼也给的丰厚，把林妙一这个赔钱货嫁过去，你觉得怎么样？我不要嫁给刘波，他都半截入土了，我还花容月貌呢。你嫁给谁？难道你要嫁给沈养浩那个无赖吗？你告诉我，他能给你什么？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无需再议。你要再跟那个无赖走得近，可别怪我心狠手辣。这年头兵荒马乱的，想让一个人消失还是非常容易的。沈公子的红颜酿真是惊为天人，混宁府上上下下尝过以后都赞不绝口。宁姑娘又赞了。只是沈公子是红颜酿的配方，怕是保不住了。何以见得？金家做事没有底线，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如今你只是刚刚起步，官府、金家，甚至是皇上，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红颜酿的恐怖价值。一旦他们反应过来，随便打压一下，你就会万劫不复。宁采和说的都是实话，我一个人确实吃不下书县这么大的市场。日后红颜酿还要进入卢将军，没有人保驾护航可不行。听说这宁氏商行也是皇上，听他怎么说。那以宁姑娘的意思是，我出500两买你红颜酿的配方，不知沈公子意下如何？不是我不卖，而是这配方给到你也没有用。这红颜酿酿造的过程极其复杂，需要掌握温度、湿度，并非我危言耸听。
但放在整个书县，除了我以外，没人能酿得出我的味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合作。不知沈公子每个月能提供多少坛红颜酿？未来3个月可以提供200坛以上。好，我信沈公子。这里是200两白银，算是定钱。7日后，沈公子需给我送来200坛果酒。没问题。另外，你最近会有危险，这是我的护卫彪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他可以贴身保护你。不必了，护卫我有。你指的是你身边那位洛姑娘？她的功夫到底如何？胜似虎豹。你指的是床上功夫还是床下功夫？这是什么地方？妙一的家。所以你带我来这儿，是因为许久不见你的小情人，想他了？洛姑娘，妙一对我恩重如山，将来我要娶她。那我呢？你，虽然我们发生过2次不正当关系，但可都是你主动的。你不仅要补偿我，还要给我一定数量的精神损失费。无赖又来找女人要银子。劳烦2位去通禀原司农寺主顾之子沈养浩要见妙一小姐。沈养浩，你还当自己是官员之子呢？林妙一小姐即将出阁，老爷吩咐了，现在谁也不见。出阁？她要嫁给谁啊？我们凭什么告诉你？这女人啊，脾气可不好。你们要是不说的话，我可不敢保证接下来她会不会做出些过分的事情。沈公子，听说婚配的是刘记酒楼的东家刘波，据说过了中秋就过门，刘波已经开始在准备聘礼了。刘波，这个不要脸的老畜生，都50岁好几的人了，娶了一妻，还有2个妾室，妙一要嫁过去，岂不是要给她当小妾？洛姑娘，我们走。等等，你不救李妙一了？救，但我们要想个万全的办法。妙一这姑娘单纯善良，又对我一往情深，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踏入火坑。我要杀刘波、刘海、刘八。老王，这无赖是发达了吗？哪来这么多银子？四哥，我听这小子在城里卖仙酿，狠狠的赚了一笔啊！我也听说了，卖的是果酒，这无赖是真发达了。各位父老乡亲们，想必大家都听过，我最近酿造了一种果酒，这销量非常巨大。但是呢，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我决定带大家一起发财。四哥，怎么这么干？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只要给钱，什么都好说。这不是蛇莓吗？你用蛇莓酿酒？大家先不要问这么多，我呢200斤，变卖这1两银钱。你们只要能摘多少，我便收多少。我知道哪有这果子，跟我来。哎呀，200斤就是1两银子，2两银子能买头牛了。没错，这可比中庄稼挣得多了。快去！快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金少爷，沈养浩是用蛇莓酿造的果酒。这下子看沈养浩死不死。
多谢沈公子。沈家郎君，我这一筐足足100斤。洛姑娘，这个是蛇莓，这个是草莓，一会儿一定要全部分解开来。那为什么刚刚不在村民采摘之前告诉他们呢？告诉村民们，那我坑谁去啊？坑谁？什么意思啊？谁惦记我这果酒，我就可以坑谁。得先有足够的钱，才能打点关系，才好去救妙医。我一定要加快赚钱的速度。今天一共收到4000斤的果子，但这1200斤的蛇莓是无用的，2800斤的草莓可以用来酿酒。这2800斤的果子酿出汁来，大约是1500斤。这1500斤的酒液，1加上1比1兑水和2成蜂蜜，大概是3000多斤。这3000多斤再去掉渣子和锁套，就能酿出1500斤上好的酒。那你打算何时去救林妙一小姐？还要再过段时间，我现在还得需要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刘伯他们已经有所防备，你觉得会答应吗？不答应，就让他破产。当年我父沈文渊死亡，刘伯也助纣为虐，刚好一起把他给收拾了。那明天我们去做什么？明天继续让村民上山摘果子，剩下的村民就留着我来教他们酿酒。那这手艺不都被别人偷学去了？我就是让有人过来偷学，这样我才好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哇，好香啊！沈公子，你可愿把这酿酒之法教给俺们？父老乡亲，所谓一家富，不如大家富。所以今日我决定把这酿酒之法教给大家。我保证，你们酿酒赚钱比种地3年都要多。好。但是这酿酒之术，如用兵之术，一步错，将全盘皆输。所以听我号令。好。你们分为4组，第一组名为妇女孩童，负责将果子里的树枝、草梗掏干净、洗干净。这第二组名为破碎组合，负责将洗干净的果子放到木桶里面捣碎，捣得越碎越好，明白吗？明白。太好了，这下太好了。沈养浩就是用这种果实酿造的酒。公子千真万确，而且他还在大量的收购。没错，就是蛇莓。小人家里世代务农，绝对不会看错。听说你们在沈养浩家中已经根据他传授的方法酿造出了酒。少爷，正是此物。很好，就是这个味道，只不过甜度有限。沈养浩可能还藏了我们不知道的关键环节，去给我把它盯紧了。是，少爷。不够甜没事的，我们可以加糖或者蜂蜜。好，你们2个现在就负责我金家酒坊的酿酒任务，
立刻派人去大量的收购果子，最好按高价把古教村的果子也买了。我要抢占沈养浩的果酒生意。是，金公子，我们这就去办。沈养浩啊，沈养浩，也不看看你什么德行，也配跟我斗？我们今天又进山做什么？当然是来采摘育苗了。这样，下一步就可以进行人工驯化和培育。不过这秋天也快到了，就怕寻不到草莓了。不过呢，到明年，我们不仅能吃到更好的草莓，还能喝到更好的果酒。在沈家的这几日，虽然累，但是朕却知晓了诸多农事方面的道理。难不成这沈养浩还有什么能让朕刮目相看的地方？那好，朕就再忍你几日。另外呢，我还要去寻找这调味品的原料。这个世界的菜实在是太难吃了，没有辣椒，没有味精，没有酱油，只有醋和豆酱。我勒个骚缸啊！你在说什么？什么驯化？什么培育？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嗨，没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个是茄科类的植物，名叫黄果茄，它小而辛辣，并且是辣椒的勇气。这不是辣椒的辣味，但已经很接近了，是茄科植物的味道。这是本土的野生茄树，其辣味物质和辣椒的辣椒素不同，但绝对是前所未有的调味革命。哼！大功告成，咱们回家吧。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震撼整个世界。这都还没到交果酒的时间，你们怎么来了？我给宁小姐带来一件稀罕物。这是什么？这个叫做味精，它随便撒入任何菜品一点，这菜品便会变得味道鲜美。这有什么神奇啊？想必宁小姐还没吃午饭吧？我来亲自下厨，借宁府的厨房一用。这跟家里下人做的没什么区别。现在再尝尝，味道完全不一样，甚至比外面卖的鸡汤还要鲜美。这味精果真是神奇之物，嘴巴里有种火辣辣的感觉，这种感觉说不上好，但要感觉很好。我从来没有试过如此感觉。你怎么什么都会啊？宁小姐，接下来有没有兴趣跟我开一个酒楼？这书城县的酒楼都被金氏商行所掌控，要想糊口夺食，怕是不容易。我要是用这些复合香料，将它们撒在我酒楼的饭菜中呢？如此一来，金氏便没有活路。我明白了，你是想和刘氏酒楼抢生意，
以此来解救林妙一姑娘。这刘记酒楼对面有个茶楼，面积非常宽敞，但生意一直都不好。我问过价格了，要500两便可以买下，可惜我现在银子不够。我出银子，你出力，成交。刘波儿，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希望你不要不识好歹。我当是谁？原来是沈大无赖，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哎，刘掌柜，莫要怠慢，人家现在可是宁家的合伙人，攀上宁采和的高枝了。刘掌柜，金大少，我来是想跟你们做个交易。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交易？是还想卖你那破宅子？还是你那金屋里又挖出什么金疙瘩来了？放弃，迎娶林妙一。作为交换，我会将我的红颜酿优先供给你们刘记酒。沈养浩啊，沈养浩，你是真蠢啊，还是装傻呀？啊，你的果酒，你的制酒工艺，我金家早就掌握了。你还想用这个来谈条件？不出7天，我金家的果酒就能供应整个庐江郡，甚至长安城。这酿酒之道，讲究的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你们确定就一定能酿出跟我一样的酒吗？仿得了其形，仿得了其神吗？这家伙这么有恃无恐，难道我掌握的环节中有什么猫腻？少废话！就算没有你这破酒，我刘记酒楼依靠着祖传的8宝炖鸡和金玉满堂，也能远近闻名。沈养浩，你听好了，林妙一，本掌柜取定了，你的果酒方子我们也有了。听说你想买下那个破茶楼，来跟我金家和刘家打擂台。好啊，我告诉你，你开张的那天，就是我金家让你彻底滚出书县之日。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话已经说到，机会也给过，你们既然如此不识好歹，自寻死路，那我们就手底下见真章吧。希望你们刘记酒楼能撑过今年的秋天。哼，狂徒，简直是个狂徒！立刻去查，他到底要搞什么名堂？还有，派人去林家，把聘礼再加3成，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林妙一上花轿。这200斤，依旧是1两银子。下一位，乡亲们，等等，都先别急。各位叔伯婶娘，咱们都被他沈养浩给骗了。昨儿个我去县城问了，他酿的什么劳什子红年酿，在酒楼一坛就能卖到5两银子。啊，这可是天价。可他给我们的什么价？100斤果子1两银子。他拿着咱们的血汗挣着金山银山，咱们辛辛苦苦爬山钻林子，赚的却连他的零头都不到，这公平吗？陈二狗，话不能这么说。原来那果子烂在山里都没人要，是养浩给咱生钱的法子。那是以前，现在咱们知道这果子是宝贝了，就得涨价。沈养浩，你今天要不涨到100斤2两银子，咱们就不卖了。对，不卖了，不卖了。陈二狗，你只看到我卖酒5两银子，却没算过我购买蜂蜜、陶罐、人工、单风险这些的投入。要不是我沈养浩，这些果子在你眼中喂猪废。我不管，你就是黑心，你压榨乡里。乡亲们，咱们让开！哟，真热闹！这不是古桥村的大恩人沈公子吗？怎么，这生意做不下去，乡里乡亲的都开始造反了？
前爷，您可来了。您昨天吩咐我的事儿，我可都办妥了。沈养浩，听说你今日来收果子，200斤1两，真够黑的。我们金家酒坊今日也来收100斤2两银子。看来金家来府邸抽薪了。我倒要看看他的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乡亲们，都看清楚了，谁才是真菩萨？把果子卖给我们金家，现银结账，概不拖欠。跟了那沈无赖，你们只能吃他剩下的馊饭。哼！沈公子，实在是对不住了，金家价高。杨浩，要不你也加点吧？你加点的话，我们都还卖给你。是啊，需不需要我出手？钱管事，这好手段！你怎么知道你们金家就能酿出酒来？别到时候酿出醋，这赔了夫人又折兵。你还是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这没了果子，你那什么狗屁红颜酿就是个无源之水。我看你啊，拿什么跟宁家交代？诸位，今日金家卖的价高，你们要是卖他的货，我沈某绝不怪你们。杨浩，俺不图那里多几文钱，要不是你，俺孙子的药钱都没着落呢。俺挺你。是啊，是你给我们带来那个治逆虫的法子，让我们的粮食产量提高了3成啊！没有你，我们村里的日子什么时候好过过？还有啊，做人要有良心，不能狼心狗肺啊！切！好，我沈养浩绝不辜负。若是诸位还卖给我果子的话，我今日额外赠与大家这100文。100文是为了答谢诸位的雪中送炭。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呢？这泼皮的笑容总感觉有些意味深长。沈二狗，你这几天一定要仔细观察好沈养浩的酿酒步骤，每个步骤都要记录，听到了吗？前爷您放心，尤其是夜间，给我盯死了沈养浩的动静。是。大半夜不睡觉，鬼鬼祟祟的准没好事，且让我来看。陈叔，你是经验丰富的采蜂人，能不能想办法3天之内给我寻来500斤蜂蜜？怕是有些难。你要这么多蜂蜜做什么？嗨，这你就别管了。以后你卖的蜂蜜我收了，有多少我要多少。我现在家里有30斤，你要我就给你。剩下的嘛，我明天再想想办法。好。原来如此，果酒这么甜，原来是添加了蜂蜜。我得赶快去告诉钱管事和金少爷。你是说，沈养浩在大量的收购蜂蜜，并且添加进了果酒？是的，金少，沈养浩在找养蜂人收购大量蜂蜜，说有多少收多少。我就说，我们酿的果酒怎么就不够甜呢？原来是这个无赖藏了一手，在里面加了蜂蜜。监管事，在，去把方圆50里的所有蜂蜜都高价收购，不给沈养浩留一丁点儿，我看他怎么办。是。这件事，沈二狗做的不错。监管事，带他去库房领5两赏银。啊，谢谢金少爷。这又是在做什么？这蜂蜜马上就买不到了，所以我要开始准备制作白糖。白糖？那是什么东西？就是糖块，只是我要将此糖块改进一下，让它变得质地更精细，口感更绵软的白砂糖。
别人都说你是个无赖，可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什么都会？我原本只想在这个世界好好的活着，可是总有一些人非得逼我，没有办法，我要给这个世界一点小小的震撼。金少，沈养浩说果酒3天以后可以开坛售卖。监管室，蜂蜜那边收购的怎么样？少爷，这方圆100里内的蜂农都答应将蜂蜜供给我们。另外，附近的蛇莓已经采摘的差不多了，我们需要到100公里之外的地方去收购。这下子，我看沈养浩那个泼皮怎么办？可是少爷，咱们账面上的银子不多了，这次购买果子和蜂蜜花了有几千两银子。怎么这么多？沈养浩那个无赖给蜂农1斤蜂蜜1两银子的价格，我们只能多不能少。无妨，等把果酒卖出去，我们马上就可以10倍赚回来。到时候，我要沈养浩那个泼皮跪在我面前求饶。各位乡亲父老、老少爷们、美女们，今日是我审计酒楼开业的日子，今天举办全场大酬宾，全场酒水1折起，仅限1天。1折是什么意思啊？问得好啊！这果子酒原本卖5两银子，现在只要5钱。什么？5钱？这么舍早便宜？就听说红颜酿味道如琼浆。酒楼的菜品味道怎么样？本店有10几道特色招牌菜，全是秘制配方、秘制调料，凡是来的吃不了吃亏，吃不了上当，绝对物超所值啊！这么超值？废话什么？赶紧进去尝尝。我倒是要看看是不是你说的那么好吃。说了，真不错，赶紧开始吧。家人们，有请。好，我们进去尝尝。看来今日你要亏不少银子。这些以后都是客源基础，他们以后去了别处吃饭，就宛如嘴里嚼蜡。哎呦，这果酒它是用什么酿造的？果然名不虚传，如此干烈醇厚，比那西域葡萄酒还要攒劲。这是什么味道？又痛又爽，舌头像是着了火，可还是想吃。痛快，这才叫痛快啊！再来一盘猛火炒肉。好嘞，醇醇撩舌，如同烈火旁油，然回味无穷，实乃其味也。比刘记酒楼的不知道好了多少。真他娘的邪门！我总当城北10几年，从未吃过这个口味。赶快报给金少爷。少爷不好了，那菜味道很奇怪，但却很好吃。那些客人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是啊，我走在城北这么多年，这味道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放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还不快去尝！是。与你相处这几日，你果真让我刮目相看。洛姑娘，这一切只是个开始，我向你保证，1个月之内，这刘记酒楼，我让他倒闭关门。所以你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救出林妙一。我定要将他从林家救出来。美人落难，沈公子当真是有英雄气概。不知沈公子多久能救出林妙一小姐？这极端天气要来了，对于养蚕人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什么意思啊？林家要遭难了，半个月内会遭此重大变故。你要对林家下手？是老天要对他们下手。现在有多少斤果酒等着开坛呢？少爷，咱们3家酒坊同时酿酒，
目前一共存了4500坛。这要是全部卖出去，可不得2万多两雪花白银呢！除去购买蜂蜜的银子和工人们的利钱，纯赚1万多两，果真是暴利啊！只是这么多酒，这短时间内能全卖完吗？不碍事，明日我办个酒会，仗着我金家的威势和名声，根本就不愁销路。我还要将这酒卖到长安城。若能成功，这果酒可真是一棵摇钱树啊！明日办酒会，现在开一坛，我尝尝。好喝又甜，还有一种果子的香味。不错不错，你们都有功啊！这酒是真不错啊。只是沈养浩这个无赖从哪儿得来的酿酒秘方啊？准备一下举办酒会，这酒就取名金玉琼浆。我听说金家酿造了一大批酒，味道跟红颜酿一样，还起名为金玉琼浆。这下你没有优势了。你怎么知道他们金家酿造的酒一定成功呢？万一中途出岔子呢？我托人搞来了一坛尝了一下，味道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影响不大。以金家的影响力，你的酒到时候卖不出去的。明日我定会让他们颜面扫地。可这酒都已经做出来了，殷姑娘有尝过了。你之前不是说这个方法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吗？洛姑娘，你愿不愿意跟我打个赌啊？赌什么？就赌明日金家开坛以后，他们的金玉琼浆会变得又黑又臭，而且他们的酒会很难喝。我怎么这么不信呢？除非你会妖法差不多。洛姑娘，赌还是不赌？赌就赌。如果要是你输了的话，怎么办？我输了，你以后就不用做我的随从了，并且依然可以继续在我们家白吃白喝。那要是你赢了呢？那宁小姐愿不愿意替洛姑娘把你的农庄100亩地送给我？农庄100亩地，你用来干什么？我要培育一种鲜果，比荔枝还要好吃的鲜果。虽然我不信你会培育出那种鲜果，但是我愿意和洛姑娘跟你赌一把。荔枝是旅人特产，你对陛下特别爱吃各种鲜果。如果真的能够出现一种水果比荔枝还要好吃，那我就带到宫里献给你弟。香气扑鼻，是正宗的红颜酿。跟红颜酿一样，还带果香，且十分浓郁。开始了！诸位，在正式品鉴前呢，我想说几句。县令大人，各位父老乡亲们，今日我金家在此举办金玉琼浆的品鉴大会，一呢是为了感谢诸位多年来的捧场与厚爱。好，行，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逼，从来都不说。这二呢是想让诸位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传承与实力，也好让那侥幸得势后便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跳梁小丑明白，商贾之道靠的不是坑蒙拐骗和故弄玄虚，而是我金家100年基业的信誉与雄厚无比的家世。是沈养浩那个泼皮，怎么跟咱金少爷相比？他只不过是丢人现眼罢了。我知道。你怎么一点不生气？现在他有多狂，等下就有多惨。这要是我，非得气死了。沈养浩走了几分狗屎运，不知道从哪儿偷学了一些肤浅的伎俩，酿出了一点勉强能入口的酸水，便自以为了不得，在县城内啊，那是反复横跳。我有反复横跳吗？连我都想揍你。那些靠歪门邪道赚来的黑心钱，终究是镜花水月，唯有像我金家这般靠实力说话，以品质立足，方能长盛不衰。今日我便让诸位品鉴一番何为真正的好酒，也让那姓沈的无赖看看他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在我金家绝对的实力面前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好，现在请诸位埋饮此杯。埋饮此杯。什么味道呀？
难喝了！这酒怎么这么臭味道？真难喝，不这么难喝呢？你这酒怎么有一股泔水的馊腐之味？好臭啊，像是淤泥的腐烂臭味。这真的是酒吗？不对呀，就算是70岁老妈子3天不洗脚，也不是这臭味啊！怎么会这样？少爷，没问题啊。方才呢，应该是某一个坛子出了问题，我给大家重新倒上啊。大批量的酿造出现的差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是烧制瓷器，再高明的匠人也不敢说10成10的把握，件件都是成功的。县令大人果然看问题就是透彻。等等，金正，你这酒怎么在变黑呀？哎呀，真的变黑了！我这边怎么变黑了？怎么回事？我算是发现了，这酒刚倒出来的时候是香的，但半刻钟之后便会发臭。没错，正在变色。沈养浩的酒却是越久越香啊！怎么会这样？一定是你们的步骤出现了错误。金少明鉴啊，我都是按照沈养浩的严格要求酿造的。哼，完了，我还收了长安城酒商3000两白银的定钱，我要是交不出来货，必定需要双倍赔付。小爷，一定是沈养浩搞的鬼。对，是沈养浩。走，去找那个无赖理论。你们两个这么看着我干嘛？明明金正的酒酿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就变臭了？跟你们俩说了，你们俩也听不懂啊。沈公子，你这有点太瞧不起我和洛姑娘了。好，那我说，其实嘛，就是氧化反应。这果实里面有一种天然的色素，名叫花青素，它接触到空气之后，就会把这酒原本的鲜红变成黑色。那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把这果实一刀切成2块，接触到空气之后，它就会变色。我知道，你继续说。那这第2种就是微生物污染。我在教他们酿酒的时候，让他们只注入7成的水，并且呢，在密封口的一层留有一层空间，这层空间就会滋生微生物，平时就让这帮杂菌异常的活跃。我听不懂，明明你也是这样做的，为什么你的酒不是？因为我有发酵粉。虽然不知道发酵粉是什么，但是我感觉你有点坏。那这最后一点啊，就是开坛触发。这些坛子在密封的时候，这些杂菌处在休眠，但一旦开坛触发之后，便会激活这帮杂菌，异常的活跃，同时也会把那醋酸菌给唤醒。这醋酸菌会把这坛子里的酒精转化为醋酸，弥漫出异常的味道，然后在空气当中就会散开。所以你在教村民们酿酒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算计人家。果然啊，天底下男人都是骗子。沈养浩，我要你死！沈养浩，你这阴险歹毒的小人，竟敢用如此卑劣的手段算计我金家，我让你死葬身之地！哟，金大少，这饭能乱吃，话不能乱讲。不是你派的奸细来我这偷学酿酒之术，是学艺不精，这酒都给酿坏了。你还有脸怪到我的头上？强词夺理！若不是你故意误导，我怎会如此？金正，你带着这么多人，手持凶器来我合伙人家门口喊打喊杀，你是视我宁家为无物，还是觉得这收县的王法管不到你金家头上？宁小姐，此事与你无关，是这沈养浩有诡计害我，如今我必与他做个了断。为了一个无赖与我金家开战，您想想划不划算？与我无关。沈养浩如今是我宁家商行最重要的合伙人，你动他就相当于打我宁家的脸，你说与我有没有关？更好，你金家酿造毒酒，险些毒害县令大人，败坏我县名声，如今不思悔过，却还在这聚众行凶。金正，谁给你的胆子？看来宁小姐今日是确定要为了一个小白脸，
走到我们金家的对立面。是有什么？我今天就把话放着。沈养浩，我宁采儿保定了，你动他一个试试。啊！来，金主，我劝你立刻带着你滚回去，好好想想怎么收拾你金家的烂摊子。你要是再敢撒野，我不介意叫我家的侍卫帮你金家好好清洗清洗。好，很好。沈养浩，你找个女人做靠山算什么本事？今日暂且饶你一命，咱们走着瞧。废物！因为你酿的果酒，现在我们金家损失了一大笔银子。再查城就要来人了，我要么赔付10倍银两，要么给果酒。爹，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咱们家现在怎么办？当下之法，就只能高价去沈养浩那里买果酒了。对，找沈养浩，他有酒。那他要不卖呢？他要是不卖的话，我们就把他用蛇梅酿酒的事情告知天下，让他如过街的老鼠。对，大家对蛇梅还是很恐惧的。如果让大家知道他是用蛇梅酿酒，我看这酒还有谁敢买？你这又是在做什么？用着匍匐精育苗，大概3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吃到新鲜又可口的草莓。匍匐精是什么？这是草莓的繁殖器官。虽然听不懂，但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我有更厉害的地方，你应该领略过。我怎么感觉你在耍流氓啊？哎，我可没有啊！我是说我厉害的事情还多着呢。说，金少爷，这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呢？哟，金少爷，好大的手笔！这里是3000两现银，外加城南绸缎庄的地契，换你手中那瓶酿好的果酒和配方。我若是不卖呢？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可知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好一个杀人父母！金少，你可曾记得，当年我父亲的生路就是被你们断送？你可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这么说，是没得谈了。没什么好说的，杀人父母，共那一天。好，沈养浩，我告诉你，接下来我盯上你。你又躲在女人身后是吧？我们走。金家手段非常下作，你们两个要当心。该担心的不是我，是他金家。沈贤之应该也听说，坊间都在议论你们用蛇梅造酒。听到了。哼，这就是你和我金家作对的下场。我有100种办法让你身败名裂，身陷囹圄。哦，怎么样？想好了没？要不要把果酒卖给我？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再说，你们上哪知道你们金家就能笑到最后呢？谣言才刚刚起来，不管是西域商人也好，食客们也罢，如果让官府的人知道，你想好了后果？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别磨磨蹭蹭像个娘们儿。好，既然你执意要与金家为敌，那就别怪老夫不讲情面了。滚出来！沈养浩，滚出来！沈养浩，滚出来！太妥了，滚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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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养浩，滚出来！是他们煽动百姓，说我们的毒果酿酒。现在交出配方，把你手中那批果酒卖给我们还来得及，否则，哼！我沈养浩一生行事，但求无愧于心。这配方，永远也没想得到。好，那老夫就让你尝尝这千夫所指的滋味。哼，我们走。
滚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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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长，你觉得本官会吃你这套？有事说事儿。都说县令王明远刚正不阿，500元气，然如此。不过这是好事，沈养浩会更加的卑鄙。县令大人，那草民就直言了，舒城县内最近大火的果酒是沈养浩用蛇莓酿造的。果真如此？千真万确，人证物证俱全。如果是蛇莓，事情就大了。使用过多之后，整个舒县的百姓集体发病，如何是好？这件事本县自会处理，你下去吧。沈养浩，滚出来！沈养浩，滚出来！沈养浩，滚出来！你这个黑心商人，用蛇莓酿酒，你们是想毒死我们吗？黑店，黑店，黑店，不能这样下去。我们要不要报官啊？没事，自有办法。兄弟们，给我砸了这家黑店！黑店，黑店，黑店，黑店！好了，沈二狗，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在这里闹事，还有沈三郎，如果不是沈养浩给你工作付你银子，你孩子没钱看病早死了。今天却在这里带头闹事。古桥村的乡亲们，沈公子对我们有恩，今天绝对不能让人欺负他。保护沈公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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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沈养浩，有人举报你用蛇莓酿酒，跟我们走一趟。三位大人，请稍等。有人说我用蛇莓酿酒，今日我便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事说个明白。三位大人，请随我一同回去，我便自证清白。宁小姐，你去请县令，一会儿去我家。好，没问题。一定要快。沈养浩，你已在本县卖出大量果酒，有人禀往衙门说你的果酒乃是蛇莓所酿，你可有话说？大人，我沈养浩从未用蛇莓酿过酒啊。县令大人，沈养浩就是用蛇莓酿的酒，古桥村不少人都可以证明。带人证物证。堂下何人？启禀县令大人，草民叫沈二狗，是古桥村村民。沈养浩当初雇我们采摘蛇莓的时候，小人就是其中之一。你身前又是何物啊？回大人，这正是蛇莓。沈养浩购买的时候，小人留了一篮子。新孙大人，小的叫沈三郎。那沈养浩在酿造果酒的时候，需要清洗蛇莓，正是小民亲手清洗的。好你沈养浩，亏我那么相信你。我要是生病，我第一个找你沈养浩。沈养浩，这就是你和我作对的下场。沈二狗，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啊！为了一丁点利益，你出卖沈养浩啊！恐怕是没办法再靠酿酒赚取工钱了。沈三郎，你们这帮人太不是东西了！出去！沈二浩，你声称酿酒所用并非蛇莓，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可知罪？大人，我何罪之有？都人证物证俱全了，你怎么还死不承认？县令大人，此子不知悔改，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必须严惩。大人，诸位，请看，这黄花和尾部凹陷是蛇莓。这绿花和尾部凸起是草莓，这两种果实看似相同，实则本质不同，一个有毒，一个无害。呈上来看看。这二者表面看上去很相似，但仔细观之，确实又有不同。不过，这又能证明什么呢？大人，我在让村民们上山摘果子的时候，并没有教给他们如何区分。
当我收购这批果子的时候，晚上我会将它分解开，这一半是草莓，一半是蛇莓。所以你是用草莓和蛇莓混在一起酿酒？不是，我是用草莓酿酒，而村民采摘的蛇莓全部被我存放在这里。这些就是乡亲们采摘的蛇莓，现在正等待着发臭变质。那你为何不教村民们辨别之法呢？你收取如此之多无用的蛇莓，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大量的银两？草民只是小商小户，靠酿酒糊口，不是在防着村民，而是怕我的酿酒工艺被某些害群之马泄露出去，所以不得不出此下策。看来你是把金家给防进去了。不好，我被沈养浩坑了！该死的沈养浩居然还留了一手。好了，此事已经查清楚了。陈养浩酿酒所用是草莓，并非蛇莓。草莓无毒且甘甜。大人，刚才金少爷所一派的哗众取宠，我不可能用蛇莓酿酒，我是用更精致的草莓酿酒，并且我的酿酒工序十分的复杂且讲究，并不是他们金家依葫芦画瓢所酿造出来的变异臭酒，并且他们将这盆脏水泼在在下的身上，这其心可诛。你胡说！够了，此事本官自有论判。陈养浩，你既证明酿酒所用并非蛇莓，此事便到此为止。至于你金家果酒变质之事，是你金家学艺不精，与沈养浩无关。要再借此生事，煽动民意，休坏本官依法处置。这次总算有惊无险。有惊无险，这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杨浩，你真是太厉害了！这回看金家嚣不嚣张？就是，差点被蛇狗那几个混蛋害死。杨浩啊，经此一事，你在乡亲们心中的威望更高了。不过金家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还是早做打算。李正，我晓得，感谢乡亲们仗义直言。沈公子，你方才说的真正的斗争才刚开始，是何意？此次金家损失惨重，他们必会狗急跳墙。现在明的不敢玩了，恐怕要来暗的。不过最让我担心的是，妙一还在林家，担心他们会加快逼婚。需要我宁家做什么？宁小姐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接下来还需要你帮我多收购几家饭庄。我一定要让刘记饭庄关门大吉。不知道有一天我晕了，沈养浩会不会像救林妙一一样舍身相救？废物！几千两银子就这么打水漂了，还让我金家成了全县的笑柄。爹，是那沈养浩太狡猾了，他早就挖好了坑等我们跳啊！老爷，当务之急，先筹措银子，去填补长安那边定情的窟窿。若是逾期10倍赔偿，咱金家怕是要伤筋动骨啊！沈养浩不除，我难咽下这口恶气。爹，要不我们……蠢货！他刚在县令那里露了脸，你现在对他动手，那不是自找麻烦吗？老爷，这明的不行，咱们可以来暗的。他沈养浩不是靠酿酒吃饭吗？若是他的酒坊出了意外，或者说他本人出点什么意外，无法再酿酒呢。此事还得从长计议，记得一定要搞干净，不能留下任何把柄。还有，刘波那边催一催，让他尽快将林妙一娶过门，要让沈养浩尝尝痛失所爱的滋味。是爹，我明天就去刘家。
二小姐，您就吃点东西吧，您已经2天没进食了。小崔，你说杨浩哥哥能渡过今天的难关吗？奴婢听说沈公子今天在自己家当众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连县令大人都没治他的罪呢。那就好。可是我父母已经收了刘家的聘礼，下月初6就是婚期了。小姐，要不我们逃吧，去找沈公子。林家守卫这么森严，就我们2个弱女子，怎么逃？逃了被抓住，还会牵连杨浩哥哥，我害了他。杨浩哥哥，对不起，苗一可能等不到你。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这金家就像一条毒蛇一样，躲在暗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窜出来，咬一口。这妙医在林家更是让我担心。我现在的功力恢复的七七八八了，要不然我找一天晚上直接潜入林府，把林姑娘救出来。这林家现在高墙大院，守卫重德，又人生地不熟的，万一失手，不仅救不了妙医，你还搭进去怎么办？是在关心我？现在金家、林家、刘家面前这些敌人，一个比一个强大。我必须要快速积累实力，不仅要赚钱，还要培养我的势力，这样我才能保护我想保护的人。各位，从今天起，我们的菜品要全部升级，大家要注意几个关键点。这是味精，在任何菜品和汤羹之类出锅之前撒那么一点，这味道会倍感鲜美。这是辣椒粉，它能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灼热快感，但要根据客人的要求去添加数量。这是白糖，还有酱油。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让我们的食客去品尝从未尝到过的味道。是东家。东家，这个月的营收又跌了30%，库房里积压的食材又坏了，再这样下去，别说盈利，本钱都要赔光了。沈养浩那个泼皮，到底从哪儿搞来那些稀奇古怪的调料？下个月给林家的聘礼怕是凑不齐了。老爷，刘家的聘礼迟迟没有送到，派人去催，只说是资金周转困难，希望宽限几日。这个刘波儿搞什么名堂？当初求娶妙医时信誓旦旦，现在竟然拿不出聘礼来。我听说是被那沈养浩的饭庄挤兑的，生意一落千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连一个无赖都斗不过。倘若拿不出聘礼来，这婚事作废也罢。我们这一次出货需要不少银两，另外残庄的秋蚕还出现了问题，还指望着刘家的聘礼了。若是凑不齐，他别指望能娶到妙医。哼！沈公子3家饭庄日进斗金，如今刘记已是强弩之末。多谢宁小姐的鼎力相助，我没有让宁小姐失望吧？那我自然也是赚的。刘波儿聘礼受阻，林家急着用钱，现在是我们的机会。沈公子运筹帷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只是接下来打算怎么办？直接上门提亲？还不够，这林家重利，他不可能因为饭庄的生意而心甘情愿的毁约，所以我需要一个更大的筹码，一个让他心甘情愿更大的筹码。什么筹码？听说最近舒城县残庄内病死了不少秋蚕。
是有这回事。司农寺已经找了不少人来，但是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这便是我的机会。还会救治秋残？会一点点。哎呀，完了完了，这鬼天气，蝉都病了。往年也没这么严重，这下可怎么跟主家交代？哎呀，快让开，快让开！司农司城来了。李小姐，这匹秋蚕没救了，身上长满了红斑，最多7日便会全部死亡。到那个时候，更别说节俭土蚕丝了。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唉，要是沈文渊活着就好了，他定有办法。这难道就是我林家的报应？沈公子，听说您连逆虫都能治，求您救救我们的蝉吧。是啊，沈公子，今年的蚕灾特别严重，再不想办法就全完了。我知道秋蚕本就容易多病，是因为湿度过大引起的细菌和真菌的交叉感染。不过我有办法。洛姑娘，我去做药水。难道这沈冉浩今日又要给朕惊喜？利用艾草、石灰等天然杀菌物质制作干燥剂。爹娘亲，不好了！我们最大的蚕庄蚕病失控，连司农司城都没办法了。他说7日内秋蚕就会死绝。什么？怎么会这样？那今年的贡筹怎么办？老爷，快想想办法呀！老爷、夫人、小姐，小人刚刚听说县里有几个蚕庄也遭了灾，但被一位神秘高人给救了。神秘高人，赶快请啊！只要他能救我林家蚕庄，条件随便开。没想到沈文渊大人的后人在农桑之道上亦有如此惊世之才。这里逆虫的土法，尤其是此番救治秋蚕的妙手，简直令我等叹为观止。陈大人，谬赞了，这些不过是些乡野土法，碰巧奏效罢了，与我家父当年在司农寺的剑术，哎，陈大人，今日既已见得，晚辈这一事，更在心中多年，不吐不快。你说，是关于我父亲沈文渊的案子。这所谓贪墨良重，以次充好，真相到底是如何？沈公子，此事已然盖棺定论。卷宗记载，令尊当年利用职务之便，贪墨了本该分发至黄庄的优质良种，以江南普通的陈年旧种替代，致使黄庄1300亩良田近乎颗粒无收，龙颜震怒。父亲一身刚正，醉死于脓血，他岂能做出这些祸国殃民的事情？这分明是构陷。沈公子慎言，此案牵扯甚大。沈公子，有些案子明面上的事实未必是全部的真相。令尊当年或许是挡了某些人的路，请陈大人明示。过去的事暂且不提，今日请你来，实是有事相求，亦是一桩机缘，不知沈公子能否答应？大人，请讲。我司农寺执掌天下农桑，然近些年各地粮产增长乏力，虫灾病害频发，女帝陛下甚是忧心。
沈公子有此奇才，不知可愿将治理逆虫、救治秋残之法，以及你所知的增产良方，献于朝廷，编撰成册，颁行天下，此乃利国利民的大功德。想空手套白狼，拿走我的技术，还要我感恩戴德？那个，并非晚辈藏私，这治理虫害、救治残病之法，看似简单，实则关窍极多，需因地制宜，因时调整。譬如这水温、浓度、时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即便有个册子，想必各地农户也难以掌握，反而会误事。简单点说，晚辈愿将所知道的知识全部倾囊相授，但需要司农司授予晚辈一个特聘农师职位，凭证，并且需要晚辈的时候，晚辈要到各地去考察指导，并且同时希望能查阅司农司的存档，关于3年前黄庄一案的全部卷宗。卷宗之事，本官需斟酌。不过这特聘农师之名以及巡游指导之情，倒可商议。你可将治理逆虫、救治秋残之法详细写下，由本官上呈。若果真是实，再行商讨。如何？但这件事确定之前，晚辈可以先提供部分概念。你呀，比令尊沈文渊大人滑头多了。谁呀？沈大人，外面有人找沈公子，说是舒城县的富商林白鹿。林白鹿怎么会来这里？沈公子，这林白鹿曾与你有婚约，你是见还是不见？既然来了，为何不见？请他进来。小女子林白鹿见过陈大人，见过。沈养浩，怎么是你？为什么不能是我呢？陈大人，我此次是来寻那位农桑高人的，听闻他就在咱们司农司，不知那农桑高人现在何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沈养浩，怎么会是你？怎么可能是你？当年林家悔婚，现在却又有求于沈养浩，真是天道好轮回。沈养浩，你用了什么妖术骗了陈大人？林小姐，还请慎言。沈公子乃我司农司的座上宾，他治理虫患、救治秋残之法，利国利民，岂容你污蔑为妖法？林白鹿，你林家视我如婢女，又联合金家夺我家产，你可曾想过会有今日？我林家残庄危在旦夕，你可否念在往日旧情上？看往日旧情有吗？实话告诉我，要不是看在林妙一，就算你们林家全部跪在我面前，我也绝不会出手。那如何你才肯救我林家？出手也不是不可以，但我有先见的妙医，具体的细节让你父亲还配？哼！你小姐，我们现在沈养浩怎么变得那么厉害？连司农司都对他礼遇有加，那个庶女还不骑到我头上了？不行，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大小姐，现在当务之急是救残庄啊！只要老爷答应了那无赖的条件，残庄就有救了。去找金正，他一定有办法，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这个沈养浩爬起来。那个沈养浩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蛊惑了司农司的陈主簿，如今气焰嚣张至极，
他还说要娶妙音那个丫头，他若得势，岂能放过我们？司农寺陈杰，好个沈养浩啊！我倒是小瞧他了，想攀上司农寺这棵大树，我偏要把他连根拔起。你有办法了？他这次不是靠农技出头吗？那我就让他身败名裂。白露，回去告诉你父亲，答应沈养浩的一切条件，让他先来致残。那我就先回去了。沈养浩啊，沈养浩，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翻身？林家对不住了，想要整死沈养浩，你们必须要承担一点风险。任何触碰我金家利益之人，都得死。什么？他沈养浩让我亲自去请，他算什么东西啊？爹娘，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啊，我们的残庄等不起啊！再拖下去，我们林家就真的完了。是啊，老爷，要以大局为重，林家的基业不能就这么毁了。好，我亲自去行，被我赶出家门的废物，娘的，还真不想看到他那张得意的脸。哼！林家主，这大驾光临，不知有何指示？沈养浩，明人不说暗话，就我林家残庄，你要什么条件？老爷子既然这么直接，那我就不拐弯抹角，我只要2个条件。你说，第一，让妙一与刘波取消婚约，并且全县通告。刘波儿去过林家，他说了可以取消婚约，这个条件我可以答应你。第二呢？第二，我要明媒正娶，迎妙一姑娘过门。不可能！不可能！你现在虽然有点本事，但是还是个白丁，门不当户不对，我丢不起这个人。林家主，是你家族的基业重要，还是你那虚无缥缈的脸面重要？你那残庄里的秋残，现已经病魔缠身，还有那一批贡布，如果不能按时交付的话，你在威胁我？我就是在威胁你。你能把我怎么办？放肆！林家主，这可是我唯一的条件。你若答应，我就去你的残庄救治你的秋残；你若是不答应，难道你要看着你们林家100年的基业毁于一旦吗？好，我答应你与刘家取消婚约，许你迎娶妙一，这才对吧？那你何时去林家？见到妙一后。好，我现在就安排人去接妙一。成交。我愿化作浪奔天涯，把一方情诗转刻心头，是你的名字。轮回在变化间自负，执着春蚕丝，剪不断，共缠绵，生生世世。杨浩哥哥，我真的不用嫁给刘波二了吗？是真的，从今往后，不会有人再逼你嫁给你不喜欢的人。妙一，别哭了，一切都有我在。今天啊，我向你父亲提亲了，他答应了，我会风风光光的娶你。我可没答应嫁给你。哦，那算了，那我就只好先娶宁采和为妻，你以后就只能做个小的了。这个无赖占了朕的身体，打情骂俏，却将朕视作无物。等朕成功回国，一定让你净身去做太监。明天早上我去林家残庄治理残灾，治理完残灾，我就准备我们的婚事。杨浩哥哥，仙家还有姐姐他们，我感觉他们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有什么招式，尽管让他们使出来。我只需要你在我身边，做我的新娘子。我相信你，沈阳后，我也相信你。林家主，这位是长安城的杨大人，此次前来是询问共筹事宜，你有什么说什么，不得隐瞒。是。本官听说这次蚕灾闹得厉害，各地方的蚕馆损失惨重，丝绸的产量供应不上。不知道你林家怎么样啊？我家的蚕也受了灾，但我们还请人救治，问题不大。那共筹可能如期交付？应该可以。林家主，冬季外邦使者来访，这批贡筹就是送给外邦使者的，数量、质量全都不能马虎。你给我交个底，如果交付不了，本官可以从其他地方想办法。林家主，你老老实实说，不得有隐瞒。另外，方才杨大人告诉我，鉴于此次蚕灾严重，这次贡筹的价格会上涨30%。30%，那可以把秋蚕死亡的全部损失都挣回来，还有盈余。大人请放心，我一定按时交货。那农桑高手靠谱吗？非常可靠。好，林家主，咱们可说好了，这事万万不能马虎，一旦交不了货，你我人头不保啊！曹民知晓。鱼儿已经上钩，就等沈养浩了。这次我拉了一整个林家为诱饵，还整不死你，那我就不姓金。妙仪，洛姑娘，注意金正，帮助他们混入其中，我怕他下黑手，在我的药剂留下。我的蚕，我的蚕全死了！沈养浩，你不是说能治好吗？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应该呀！你看看，一夜之间全死绝了，是你搞的鬼，不是你还有谁呀？这不是普通的，是有人下的毒，而且在我的药剂里面做了手脚。中毒？除了你，还有谁碰过这些蚕和药？除了你，还有这位姑娘。我林府的工匠都是我的心腹，他们不可能害我，而只有你。洛姑娘，把剩下的药剂封存起来，并且把死蚕收集一批。我要告官，并且要呈到长安城。完了，我不能按时交纳贡筹了。我林家完了！兵临绝境，这死局我都要看看沈养后如何解。沈养浩，林家状告你下毒害死秋蚕，你作何解释？县令大人，这分明是构陷。林国栋，本官奉鸿胪寺之命，督办贡筹之事，如今蚕丝尽毁。你让本官如何向皇上交代？杨大人明鉴，都是沈养浩公报私仇，害死我林家秋蚕，还求大人替我林家做主啊！大人，为我林家补交，是沈养浩明知这份秋蚕是为了贡筹做准备，故意毒杀，为的是让我们林家万劫不复。杨大人，草民万万没想到，这沈养浩心胸如此狭隘。定是因为当年林家的林白露与其退婚，他怀恨在心，便行死报复之事，毁了贡筹，其心可诛啊！小女子可以作证，沈养浩人品极差，偷鸡摸狗，无恶不作。于是我便退了婚，可以为他可以救治秋蚕，没想到他趁这个机会下死手。
大人明鉴，是沈养浩故意弄坏贡筹。若是一般布匹也就罢了，这可是贡筹啊，还害了大人，连累了你。杨大人，县令大人，这此案疑点重重。如若真的是我下了毒，为何要自毁声誉？这其二，还请劳烦二位大人去查验这剩余的药液还有死残，必能查到中毒的症结，而非病疫导致。这肯定是某人栽赃陷害。你们之间的恩怨，我并不关心。本官只关心贡筹。来人，将沈养浩押入大牢，听候发落。贡筹之期迫在眉睫，既然林家交不出贡筹，便按欺君之罪论处。慢。慢。杨大人，据我所知，陛下送给了西域使团一批贡筹。杨大人，对吧？是有如何？请杨大人给我5天时间，5天之内，我们交出比贡筹更好的东西。那是暂时保密，但绝对会让西域使团绝对的震撼。交不出又当如何？若是交不出，我便提头来见。好，这可是你说的，本官就给你5天时间。5天之后，若是林家交不出贡筹，又或是你沈养浩交不出你所说的东西，本官必取你性命。沈公子，这次也太冲动了。根据我得到的消息，此次西域会进贡一种精美琉璃盏，贡筹的数量不足，或者是质量不行，都会被杀头的。怎么说？这次的贡筹其实是杀头生意，陇西、长安城、江南这一带的丝绸商人都不愿意接。丝绸的质量肯定是不精美的，就算是筹够了贡筹，余帝陛下在西域丢了面子，肯定也是要杀几个丝绸商人泄愤的。也就是说，这金正在坑林家。没想到金正竟然这么狠，为了报复养浩哥，不惜将整个林家都拖下水。这要想办法立刻回宫，如西域使团到来之时，这还不能回避。那些乱臣贼子恐怕就有大动作。我早就说金家不择手段，没想到你还是找得到。我记得宁氏商行也做丝绸和布匹生意，只是目前还没接到给皇宫做贡品的生意，对吧？没错，有鸿胪四卿赵庆安和户部侍郎在，丝绸我们都插手不了，都是金家在负责。那要是如果我们能制造出比林家颜色更绚丽的布匹，更上乘的丝绸，我该怎么做？帮我去搜集一些东西，野生的葛根、橡子、明矾，还有最近你们商队搜集的一些不同颜色的矿石粉末，尤其是靛蓝色和朱红色的。这些你要它做什么？炼丹吗？不，我要做出比林家颜色更绚丽、丝绸更上乘的云锦，这是我们进入长安城的机会。这个世界也有提花技术，但染色的图案复杂度不及后世的云锦。利用葛根、橡子等植物提取的粘合剂，用矿物颜料进行妆发工艺，完全实现小梅可期。林国栋，你的贡筹，你还能按时交货吗？大人，我实属交不出啊！望大人网开一面，饶我林家老小性命啊！杨大人，此事全是沈养浩之过，与林家无关呐。沈养浩，你还有何话要说？大人，这林家秋残早已死绝，确系是有人下毒。我已让宁小姐查询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这贡筹并未断绝。大人，我宁氏商行愿献出刚织造的云锦50匹，
以充贡品。这光泽，这图案，哇！本官办差这么久，从未遇到过如此华美的锦缎。此物从何而来？回大人，此乃在下的设计，是由宁氏工匠依图所制，这工艺、染料皆优于林家，未来将会占据整个市场。所以大人，我为何去害这林家秋残呢？不可能，这世上怎么可能有如此精美的丝绸布品？怎么可能？这小子怎么可能还有这种手段？好啊！本官一定把这立即带回宫中。啊，沈养浩，共筹之事就此作罢。恭喜宁小姐，宁氏商行的丝绸生意怕是要更上一层楼了。那还得杨大人多多美言几句。好说，该死，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宁小姐，宁氏商行能支出如此瑰宝，本官必当上报朝廷，为宁家请功。多谢杨大人。沈养浩，本案证据不足，本官宣布你无罪释放。多谢大人明察。杨大人，此事定是沈养浩与宁采和串通好的苦肉计。他们想毁掉林家蚕丝，又拿出这什么云锦，就是为了要独占共筹之力，岌岌可诛啊！大人，沈养浩害我林家，宁家觊觎共筹生意已久，他们是合伙做局，万万不可信啊！大人，行了，本官此次前来书城县，只为共筹。你们之间的恩怨，本官并不关心。废物，这样都能让他翻身？少爷息怒，没想到那个无赖居然能搞出什么云锦。云锦，此物一出，金家的丝绸生意必将受到巨大冲击。这个沈养浩，先是果酒，又是什么调料，现在又来个云锦，他从哪儿学的本事？少爷，这明的暗的都不行，何不直接？你的意思是，沈养浩是得死，但却不一定要我们动手。难道少爷的意思是？立刻备车，我要叫上我爹一同前往。草民金兆聪携犬子金正见过王爷。本王听闻你们金家被一个叫沈养浩的无名之辈打压，让整个金家颜面扫地。王爷，这个沈养浩极其邪门，脑子里边总能涌现出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什么果酒、味精、云锦，甚至我和我父亲从未见过。这是，而且他并非无名之辈，他是沈文渊的儿子。沈文渊的儿子啊，正是，此子绝不能让他崭露头角。未来若是入京，在女帝面前胡言乱语，追查起当年的黄庄两种之事，这后果不堪设想。当年之事手脚干净，他一个无名小辈能翻起什么了？王爷不得不防啊！此子邪门的很，总能绝处逢生。若让他得宠，必是心腹大患。
本王扶持金家，就是想让你们成为蜀县的世家魁首。沈养浩既然挡了本王的路，何不杀之而后快？这个，那小子最近和宁家的宁采和搭上了关系，他身边还有一位姓骆的姑娘，身手极其了得。你说的那位姑娘姓什么？姓骆。王爷，难道此女有什么特殊身份？你说的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样？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沈养浩称呼她为骆姑娘。虽然她是沈养浩的随从，但言谈举止间总透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甚至每与她对视，我都害怕的想要后退。她眼睛里边的那股寒意，与生俱来。本王找了她这么久，没想到她竟然就在本王的眼皮底下。你们父子二人运气好，此次就不用你们了，本王亲自带人过去，连同你口中说的那位骆姑娘一并弄死。王爷，那个骆姑娘长相不俗，王爷杀了沈养浩便好。至于骆姑娘，可否赏赐给小人？本王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可以跟本王一起杀了那个陈养浩和你口中说的骆姑娘，在事成之后，本王允诺给你们封侯拜相。王爷，您的这个承诺实在太大，封侯拜相，该得女帝陛下同意。这我们父子二人，他也没有那样的能力啊。如果那位女帝陛下死了，皇帝换人当呢？难道骆姑娘的真实身份是？没错，她就是当今的女帝骆晨瑜。沈养浩，有件事我一直想问问你。咱俩都这么熟了，早就衣不蔽体。哎呀，我的意思是说，你有什么问题就尽管问，干嘛在那吞吞吐吐的？你有没有怀疑我的身份？怀疑过。以你的行事风格，你该不会是当今的女帝陛下吧？原来你早就知道了。知道个什么呀？跟你开玩笑。你要是女帝陛下，那我还是玉皇大帝。知道个什么呀？跟你开玩笑。你要是女帝陛下，那我还是玉皇大帝呢。不过我答应，只要你跟我混，我包你荣华富贵。但是呢，这大房我留给妙仪了，这二房嘛，我留给宁采和了，这三房吧，算了，给你吧。沈养浩，平日里把朕当成免费劳动力也就算了，现在还想让朕给你当三房妾室，朕的男人绝对不允许纳其他女人为妾。给你个机会，现在给朕道歉，朕或许还能饶你一命。不是吧？你是不是演上瘾了你？沈养浩，快滚出来受死！他们二人有备而来，看来是要鱼死网破。待会儿你就躲在朕的身后。没想到有一天，朕竟然能成为一个平民户武。洛姑娘，你为什么每次都舍生忘死的保护我呢？难道你就不怕死吗？怕，但我发现你的脑袋里有太多的奇思妙想，只有你活下去，才能造福大钱的百姓。洛姑娘，放心吧，今天我们谁都死不了。我不仅要造福大钱的百姓，还要造福金家这对父子。我一会儿对他们一通造，让他们全都服。少在我面前打情骂俏，
本少爷看了心烦，交出果酒配方和云锦的制作方法，本少或许会看在心情好的份上，留你一个全尸。你们2人可知道我的身份？看样子是已经知道，知道还敢带人前来，是想造反吗？这人在刚思走，富贵险中求。今天这事儿要是办成了，我金家日后将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今天你们都得死！给我上！休伤无火。为臣护驾来迟，望陛下恕罪。何罪之有？若不是你几次三番的舍命相救，朕早就死了。你说的是陛下？你说呢？陛下，此人是谁？自从朕中了情毒之后，就是他帮朕解的毒。后来朕迫不得已，让他收留了我。可是此人却把朕当成他的奴隶、随从、牛马，甚至还让朕干脏活累活，还拿鞭子抽朕。辱没陛下，该下18层地狱！等等，辱没陛下，该下18层地狱！等等，先说正事吧。微臣已查明，是淮南王在咱们微服私访的路上设伏，还给陛下下了迷情散。他正在秘密的制造兵器，操练兵马，只等杀了陛下之后，便可挥师进入京城。他想谋朝篡位，不过陛下放心，微臣已经集结禁军，明日便可抵达舒县，护卫陛下。竟然是淮南王！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洛晨宇，你永远也不可能再回到皇宫之内，你死后天下皆是本王的。洛晨宇，你回不了皇宫内了。今日你死后，这天下便是本王的。淮南王，你想做什么？干什么还不明显？我要你让出皇位，去九泉之下见你列祖列宗。乱臣贼子！淮南王，别乱来！禁军已经在来舒县的路上，你要是敢对陛下不敬，禁军会将你碎尸万哈段！哈哈哈！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先让女帝下地狱，等禁军来了再扫灭禁军。届时我入宫，伪造女帝的遗诏，这大钱的江山都是我的。陛下，今日看来是凶多吉少了。且不说淮南王带来的这些士兵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淮南王自身也是武道高手。陛下先走，我掩护。凭你一个人能撑多久？今日你我君臣2人要死一起死，要死一起死。什么要死一起死？陛下，我不小心睡了你，你就是我的女人了。从今以后，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女人。可你一个文弱书生又能做什么？连朕都搞不定，你又能如何？奸贼先擒王。淮南王，让你的部下放下兵器，束手就擒吧，不然等会儿你怎么死的，你自己都不知道。当年我让金兆聪杀了你爹，没有杀了你这个孽障斩草除根。不过今日倒是可以了却我一桩心愿。求死！火器在手，神功无用。你们还不放下兵器，是想让我带你们去见淮南王？陛下，
淮南王已死，一众叛党也已被拿下，这金家父子也被蒙护卫当场诛杀。陛下可以安全回京了。往日你不是挺威风的吗？说朕是你的牛马，怎么得知朕的真实身份之后，反而下跪了？陛下，这个姿势舒服。过来。陛下，草民不敢。还真是长了一副好皮囊。陛下，这是何意啊？抽朕。啊！从前他们都怕朕，可是见到你之后，你不光不怕朕，还对朕颐指气使。朕从未有这样新鲜刺激的感觉。朕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收拾收拾，明日跟朕一起回京。还有，和朕睡过的事情，若是传出去半句，以后你就和那些太监混。草民告退。妙仪、彩荷，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得到陛下旨意，要与你一起进宫。草民沈养浩叩谢天恩。